所以这里面我要问的是说，当人类面临无用阶级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吗？所以我才会借由古代圣贤的智慧，我们其实古代圣贤一直在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还有根本存在的价值，就是生而为人。那生而为人的价值，根本本质是什么？所以我等一下会想要做一个小的活动，就是可不可以大家写一句话或者画一个图，来表达你认为你的存在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2年的 AI 为什么大家显得焦虑？主要是因为这2年的 AI 做的比较不像是工具人的 AI， 比较不像是工具，反而恰恰相反，不是工具人的 AI？ 你看这2年的 AI 在画图，在写诗，在编曲，这个哪里是工具人 ？90% 的工具人都在这个店面呢、服务业或者工厂做这些长期做个3-5个月就烦躁的工作，但他忍不住逼迫自己去做，大部分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要想表达说，我所理解的 AI 在2年前没干这个活，2年后之所以会干这个活，就是那个生成式 AI 搞出来。生成式 AI 搞出来之后，才有办法像现在这2年大家看到怎么一直在做我们所向往的人类生活的事，而不是说来替代我们不向往的那些工作、那些脏活累活让他做，反而不是。我想谈的串珍珠是说，当人类已经无法或者不需要再跟 AI 竞争，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比 AI 强，我的串珍珠的方向是转个弯，我们要回到自然人的价值。那什么是自然人的价值？什么是生而为人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到底会是什么？那我简单讲，我的想法是，内心长出力量。内心没有长出力量，你会不知道怎么面对无常，就是未来的各种变化的无常。所以内心要长出力量这件事情，它必须透过感受，不是想法。那 AI 只有想法，没有感受，所以我们无法透过 AI 让我们的内在变强。所以即使 AI 再聪明、再无所不能，我们都不可能透过 AI 来 empower 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力量。必须诚实，必须回到感受，然后从感受里面去长出你的东西，你的相信。你的相信必须来自你的感受，不是某个权威说的，这样才会有力量。我觉得最后你还是必须要去，最重要的说，你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你是一个了解自己本身价值的人，你是一个能够那些不管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或者别人的做出一个好看的什么这一些之外，你能够掰开这些东西，去看见自己的本质，对，然后最后呢，你要去了解自己的本质之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了解自己。对，我觉得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其实你能够往外求，去对外做什么，都不如。当然内心我不能说不如，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能够了解自己，了解好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难。然后照顾好自己。当你了解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了解自己，你才会接踵而来的了解自己的价值在哪。当你有余裕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一些带出去给人。对，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说人类只要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大家都是先从有形的开始嘛。那人类从最原始的，然后进入到工业，进入到电脑，到现在大家在说 AI。其实我觉得人类大家自己会去找到这个平衡。我觉得说，不管你 AI 再怎么发展，它到底是给我们利用哦，或者是说我们怎么去提升这个高层次的这些方式，但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有权利的人、有欲望的人想要去掌握这些东西，或者他是要便利人类，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会去找到这个平衡。会某部分就像以前工业时代开始，人类的人力会被取代，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在服务人类。其实都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不断的有心跟就是有这些企图心的人，或者是想要掌权、想要利用这些的人，基本上在这个人类有形的这个环境里面，会不断的一直进化。不管是要善用它的，或者是要利用它的人。所以，但是我觉得说，刚刚蔡老师讲，其实人类到这个最后的过程当中，就是 AI 本身来讲，它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的内心、精神层面，就是身心灵这一块。这一块难度比较，就是可能就随着这个过程当中，到最后如果说 AI 真的要掌握人类，人类也不会让它去掌握。我是觉得到最后，它一定会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最后就是真的人还是回到人的本质，就是所有东西就是在观这个宇宙、观这个内心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但是它有留下的轨迹，开始出现是一个点。然后就是一个扩散，然后你可以想成立体或者是什么样子自己想就 OK， 然后是一个方形，然后发现了一些轨道，往旁边旋转、交叉，然后扩散，对，然后 OK 慢慢出现以后，就有语文上，因为要描述，语文上的东西出现了。或者出现了一个光，再出现我最喜欢的云朵、风，然后呢，价值出现了，要写成字就是一个爱，就有关于这一些东西，在我内心潜意识里面，它是一个饱满的，就是我们形容成一个爱的一个状态，就这样而已。讲完了。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只牛，就像我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教育体制一样，我们是被像这只牛一样，它是整个被这种文明框在那里。然后这只牛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我们人类可以取它的牛奶，功效的哈。对，它是供我们牛奶，然后我们把它放在那里。对牛的生命来讲，它有没有意识到它很荒谬？而觉得说，有一天，因为我就设定处生想嘛，当时我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我有一天我变成一只牛的话，我突然看到，我怎么被关在这一个房子？然后，怎么有管子一直在抽我的牛奶？牛从来我不知道我牛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如果我换成牛的话，我会这样想：我怎么被关在这里？我想出去外面，看到这么大的草原，草原才是我的家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我解决了第一个我的焦虑，创作的焦虑；第二个我的存在的焦虑，怎么这样身心解构的焦虑的方式。我做了一个作品，我画了一张画，就是我把这个房子虚构了，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把牛解放了。这里头没牛了，没有牛了，对。然后我这个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房子，那房子也是我的身心，也是我们的身心，象征我们的身心。那我刚刚讲的时候，就直接我刚刚就想到说画一个这样子。那当然透过创作，我们会开始去找这样子的一个对我来讲有兴趣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本源是什么？那生命的本源是什么？就是工具的本源是什么？那当然我有一些自己的答案了，可能我们也在这边讲，好不好？或者在这边讲，以后有机会再谈。期待下集。虽然说我是在工具人的环境当中前面15年，但是其实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工具人让我要做，是我发自内心觉得
我的这个专业可以做这件事情来说，是我内心真的很想做的。那当我的内心很想做某件事情，而影响了某些人会对我产生感谢的时候，我去体会或是体验那样子的一种 appreciation， 我觉得对我来说充满了力量。就是不是因为我是在就是当工具人的那个是就是跟工具人没有关系，是因为我自己内心想做，而我不论流汗或是不论怎么样，我都是就是想做。但是居然有人发现了我在帮你做这些事情，然后他感谢你。好，这是我2个小故事，但是第3个是最近，我想说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让我热泪盈眶的。1两个小时，2个小时内热泪盈眶3次。我想说的是，我去体验一种艺术跟爱，是我在上个礼拜在大巨蛋看 Bocelli 的演唱，他是我最喜欢的男生的高音。然后他那时候我只能在 YouTube 上面听他的声音，但是当他在现场。我听到他唱出那样的声音的时候，我是很感动。对，的确不一样。我是眼泪是才会有。我姐还传给我看。2个小时，这样子。我觉得是体验一种，所以艺术让你感受到的 AI 做不到的。震动。我说 AI 也不会感受到这样，目前。然后我觉得很直白，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太多的烦恼，那我就是来体验的。我觉得走回大自然确实就会让我觉得很自在，或是说会让我觉得当然我自己的项目就是自己的这个调香，其实也是需要跟艺术有一点相关的，因为做成香水对我来说，很多人确实蛮多人找我做香水。那其实香水跟我自己觉得香水跟画画很像，对，只是画画是用颜料，但是我是用香料，对。那很多人是用视觉去看这个世界，就是用感官看，用眼睛去看。那我可能是用鼻子去感受这个世界。我刚刚看到那个您说的那个沈山人兄说的那个骨雕啊，那个牛，那我就说哦，对，如果是我们训练自己，或者是说我们练习，尽可能的对这个世界提出反思，然后询问，或者对我们自己内心产生，也许这个是真正的人的价值，因为你那所有机器它不会问这种问题。所以艺术有趣，就是因为艺术它是一个桥梁，它是每一个艺术家他发现他有另外一个通往回归生命的这个桥梁的方式。对，那他只是跟这个方式在跟大家分享。对，所以这个就是有艺术有趣的地方。我觉得艺术就是得到最大的满足。